啊，谢谢你陪着我啊。你觉得这么做值得吗？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必经之路，经必经之路，才能见该见之人。反过来说，要想见到该见的人，就一定要走一段不得不走的路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如果在家，我也能很舒服，能舒服的躺一辈子。但是我不想，我想多一些经历，我想多出来多闯荡，我想让自己变得丰富，变得有趣，我想让更多人喜欢我。我本来是想过来劝劝你的，因为这事儿毕竟是因我而起。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你说的没错，经必经之路，才能见到该见之人。经历一下挺好的。好。哎，你小时候见过流星吗？见过。我从来没见过。那你的人生也不是很丰富。没准今天就能看见呢。哎，啊？什么？玻璃反光。这不无聊啊你。停这路边吧，不往地下去了。盛达公司突然把预制板的价格上调了8%，说着现在市场行情不好，这样我们很被动啊。那我们都是按这个进价报给客户的，他要是上涨了那8%，那不就是等于让我们赔进去了吗？我嘴皮子都磨破了，可对方就是不肯让步，说是公司领导的意思。侯总，我们这一级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啊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吧。好的。哎呀，这盛爷啊，看来是不把我们当自己人看了。反应够快呀。对付我可真是不含糊。小侯总，所有的车钥匙、银行卡都在这里了，帮我转交给侯总。然后我现在要回我的办公室拷贝一下我的个人资料，可以吧？可以可以。进来。侯总，这个是小侯总让我交给您的。是。小侯总这是干？这臭小子，居然跟我玩真的！他放弃了一切，向我宣布独立了。您那么的爱他，公司眼下这个时候他这么干，那真是太不应该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。眼不见心不烦。走吧。哎呀，他还是个孩子，做出这种事儿就是不懂事儿。您呢，千万不能把这事儿放在心上，伤了自己的身体，不值得。他如果还小，我就当他是不懂事儿，
我可以原谅他。可是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，我是不可能原谅他的。哎呀，您瞧您这话说的，这父子哪有隔夜的仇嘛？他总有回心转意的一天。再说了，他现在出去闯闯也没什么不好，多吃点亏，这样就成熟了。他不知道这外面的世道有多艰难。看来他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！我真是拿他没办法。从小性格就叛逆，非要向我证明他能够独当一面。我挺担心他的。妈呀！这么多年，我们翻过多少山，冒过多少坎儿，经历过多少的分崩离析和背叛。虽然四面楚歌，但是从未众叛亲离。谢谢，还好有你在，我这心里踏实多了。您让我喝口水吧。哎呀，先去忙了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还有什么要拿的吗？没了，什么都不拿了。有他就够了，走吧。我以前没发现这楼这么高啊！哎，你要说我爸的生意做的也不错，我一天混的什么都不是，还老跟他对着干，挺有意思的哈。去给你爸道个歉，就跟他说你想明白了，以后踏踏实实好好工作不就行了吗？不可能的，我自己混成什么样，好与不好我自己高兴，对吧？这车怎么冒烟了？啊？小心！快走！快走！你又扑我干什么？啊！起来！起来！十一啊！十一啊！哎，十一！十一！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咋了这是？哎，这出什么事了？不知道啊，马总，这又是烟又是火的，你快来看看去。安保部啊，我是马勇，这楼下什么情况啊？什么？出事了，侯总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儿？那么慌里慌张啊！就刚才楼下发生了爆炸，就在侯爵的车旁边。侯爵现在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侯爵在现场，但情况不明。到底是谁要害他？不行，我也去看看。你确定吗？我去也查。哎，侯总，好，怎么了？侯爵没事了。
你确定吗？毫发无损，但是51为了保护他受了伤，人都去了医院了。哎，你没事？幸亏有保镖啊，幸亏有51，吓死我了！幸亏有11在，不然侯爵就完了。吓死我了！哎呦，我这您没事吧？您慢点儿。您慢点儿。你现在赶紧去现场看看那边到底什么情况，你不用管我去。回去。您放心啊，别着急。警察先生，这个现在事情的调查情况怎么样了？现在情况应该还好吧？要等调查结果出来才知道。哦。哎，大夫，哎，他这怎么样？已经缝合完了，患者清醒。缝针了？对。缝多少针啊？缝了10针，他在左肋部一个皮外伤。啊。那今后还需要注意什么吗？那个回去以后按时来换药。那他这严不严重啊？也不算什么太严重吧，就是一个皮外伤，没有伤及到内脏。那好，医生，那谢谢你啊。侯先生，麻烦你跟我们回所里协助调查。那个，你等我等他出来看他一眼，好吧？啊，侯先生，你放心，有我们在这儿呢。你呀，就跟警察去吧。好，走吧。那你们看着他，好，你们看着他啊。放心。哎，周全，你跟着一起过去，照顾好侯先生。好。哎，注意安全啊！放心。怎么样啊？没事儿，有点小伤。师爷，侯爵呢？他没事吧？他没事儿，一直守着你来着。刚刚警察把他给叫走，叫他配合调查。他没事就好。师爷啊，你放心，我已经让周全代替你24小时保护侯先生。你就安心养伤。哎呦，我这点小伤真没事儿，真的，没2天就好了。这是纪律，不仅是为了你的健康，而且呢，也是为了客户的安全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先陪病人去留观室。啊，对不起啊。没事没事。师爷啊，我已经让公司那边对这次事件进行评估了。你放心，应该有提升，而且还有嘉奖。谢谢赵总。喂，侯总，我刚从爆炸现场回来，基本确认是一辆电瓶车电瓶老化导致的，是一个意外。啊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哎，要不然你现在去医院看看51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好的，我马上去。对了，我打听了一下，侯爵搬出去以后住在海星那里了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哎，阿姨啊，今儿晚上你就炖个参鸡汤吧。对，经纪公司呢特别忙，给侯总补补身子。好，谢谢。饭店呢，虽然离智荣大厦不远，但是需要拐几公安才能到。你也看到了，
这条街经过的车辆不多，很具有隐蔽性。11痊愈之前，新的保镖一直都会在。之后呢？不要让11离开侯爵，好不好？不要这么做。11只是完成了每个保镖都会完成。我知道，那也不要。对不起，我这么做可能有些自私，但是11跟侯爵之间有一份格外的感情在里边。不管他们现在承认或者是不承认，有11在侯爵身边，我这心里踏实。好，我去跟赵总说。还有，晴晴，你答应我件事儿，好吗？你说。不要再当保镖了，啊！太危险了。我不出外勤的。我知道，那也不要。我一想到你到时候万一出什么问题，有个3长2短，你让我到底怎么办？我一个人，我有心脏病，我会受不了的。我答应你。我会难过的。有我的。这一天终于来了，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啊！准备什么时候办事儿？办什么事儿啊？当然是喜事了。你可跟我说过，除非结婚回归家庭，否则绝对不离开公司。哎，这话好像就像昨天说的似的。我们还没到那一步。现在呢，只是我男朋友，他想让我享受生活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辞职我可不能批。你什么时候拿来结婚证，我什么时候给你批。赵总，我看把你吓的，就那么怕把自己剩下？也不是，主要吧。很难找到一个挺合适的。公司也很难得遇到像你这样优秀的教官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先请1个月的事假，之后要继续想辞职的话，可以再来办手续。女孩子只要一恋爱啊，就容易冲动。行了，这件事儿啊，就这么定了。赵总，谢谢你。我对你没别的要求，就一条，必须幸福。让公司的那些女孩子们都看看，干咱们这行的，同样可以得到美满的归宿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
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帮他搬下去。放下，伤口撑开了一会儿。哎呀，没事，我这点小伤不耽误干活。下去待着去啊，别捣乱了。赶紧下去。走，下楼。来啊！吃饭呢？你要不要来点？哦，我不饿，你吃吧。汤来喽！来，十一姐，你尝尝这个汤啊，好不好喝？要是觉得不够咸呢，你就放点盐；要是觉得不够香呢，就放点这个葱花。反正侯爵哥交代了，要像照顾月子一样的好好照顾你。哎，这看上去还不错，你跟我也来玩呗？这是十一姐专属的，没你的份儿。哎。给你喝吧，我也不饿。别，还是你喝吧啊，好好把身体养好。这又不是什么大事。哎，把那床直接搬对面那屋啊，咱把双人间变家庭房，还能涨价。怎么样，满意吗？这床搬走了，空间倒是大了不少。但是我这边，我缺一张桌子，我在办公啊，对吧？还缺。一会儿咱们去那个家具城看一看。家什么具城？哪来的钱？创业阶段能省则省，这我得给你严格把关啊。没事，回头我把我后厨那门板子给你稍微加工，给拿过来啊。大哥，我做设计，我那门板子我切猪肉啊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那个挺艺术的，弄完特别符合你那个设计师的 feel。行，那把我之前给你那个椅子拿回来给我。要不然我把我那椅子给你吧，我那椅子特别舒服。不用，我要我的就行。哎，那个跟我很多年了，我直接送给你了，好吧？我要我的那个。你那已经不在了。什么叫不在了？就是不在了。哪儿去了？它大概变成了50斤猪肉、60斤鸡蛋，还有很多盘炒饭。你给我卖了是吧？哎呀，这个你这椅子做的白瞎那么多钱，你都变成一个椅子，卖我自己不会，我用你卖。行了，想想别的啊，什么衣服什么还有吗？得换换了啊。没有。那怎么办？把你们脱下来给我。哎，哎呀，咱俩这身形不一样，这个钱不能省啊！走，哥带你消费去。椅子能给我卖了？以后啊，你这个消费水平这方式啊都得改。今天呢，我先带你适应适应，买东西只能来这儿买。一会儿呢，我不说话，我看你怎么那个讲价，好不好？给我展示一下，一会儿。这边。看看袜子没？这袜子怎么卖？3块。哎，来了你。还在。这个我哥们儿想挑2双袜子。展示吧。你这个多少钱一双？3块钱一双。3块钱一双。你给我10块钱，我来3双吧。哎，行。你傻呀，10元3双，人家3元1双。啊，那个4双。行，起来吧。20，10双，8双。别，咱这关系9双。8双，哎呀，不要。掏钱。什么叫8双？我让他们聊10双。你闭嘴吧，败家孩子，给钱。有人来了！哎，你干嘛？追！该追！别追了！这个慢点。1、2个。几双啊？10双，占2双。败家孩子懂事了啊，出息了，挺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
胡先生，怎么这么晚没休息呢？没事，睡不着，下去找十一聊聊天。啊，那你注意安全啊。怎么还不睡啊？一会儿就去了。我先看会儿视频。看什么呢？以前得冠军的视频，前天发我的，到今天正好7年了。你们以前比赛训练特苦吧？不过还是挺感谢那些日子的，让我后来面对什么都不觉得那么苦。其实我最近一直想找你聊聊，一直想谢谢你，但是我又说不出口，但是还是要谢谢你。跟你相处久了吧，我觉得遇到你是我的幸运。有点过了，换了别人也一样。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我这2天一直想问你呢，以你目前的状况，很难支付保镖的费用了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那天去天哥哥哥那儿到底卖了什么？不是去聊投资嘛，看看有什么好的投资项目。我去，我妈不给我留一块玉佩嘛，我拿那个换了点钱，先周转资金，过2个月赎回来。你妈给你的玉佩，那很珍贵，你怎么能卖了呢？不是卖了，我算是抵押在那儿，然后她先给我拿一部分钱，啊，我先用，然后我会赎回来的。行吧，在你赎回玉佩之前，你不需要付我任何保镖的费用。那不行，我没再跟你商量，这是我履行合约的先决条件。你靠这个生活的嘛，这个就这么定了，晚安，早点睡啊。我是不会不付你保镖费的，你是肯定会收的，你一定得收。你不收，不会收的，我也得给。我不管，反正我得给你。再说，我可能付不起保镖费吗？求你再帮我一次，去交接方案。求你帮我一次，收手吧。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人，如果对方把方案卖给别人，咱俩更被动。我答应你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几点？在哪儿？你这个再往这右边稍微调整一点。哎，好，你就把它固定好啊。你这边摄像头再往左稍微来调整一点。忙着呢。哎，要不吃点？不是，你先吃，我把这弄完啊。哎，那个兄弟，你这个装上不拆了吧？不拆了。那挺好，那挺好。哎，好，把这个固定好就行啊。好。哎，行，这位置挺好。告别旧的生活，步入新的生活。天哪，房子退了？退了。会不会太着急了？他让我退的，他说要我好好享受生活。我还向赵队提出辞职了，不过没被批准，让我先请事假1个月。保佑，祝福。
马路对面向东500米，屈臣氏旁边好好的咖啡厅，交给一个戴着黑色口罩在看书的女人。他没给我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干这种事儿。先付钱。钱已付，查收，明天同样时间、同样地点。好。明天同样时间、同样地点收货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稍弄一个。哎，我帮你一块儿吧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自己来。正了吧？差不多。准了。嗯。哎，我在网上买的床单被罩，换什么？好，我把被子收了。放那边。我来吧。你别弄了，你都受伤了。我没事儿了。没事，我来我来。来来来。给我吧，行不行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我弄我弄。OK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弄了啊，慢慢收拾，以后买个大房子给你收拾。啊？天哥，哎，这2天呢，我有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办。店里你多费费心啊！要得要得，你放心。卫生还是得把关，我就不多说了啊。还有那个，就先这样。行，那我去忙去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
叔叔，您找谁？哎，小梅啊，这户的小姐姐你看到了没有啊？谁？那个什么事儿？你找谁呀？麻烦了，我想问一下，之前搬来的这户的一位女士，您看见了没有？哦，不知道哦。来，谁让你随便给别人开门的？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？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，sorry。大夫，嗯，我这伤口恢复的怎么样啊？啊，你这个恢复的还不错，挺好的。那我这纱不能拆了吗？哎呦，这可不行。我给你开点消炎药，这样能好得快一点，好吧？哎，谢谢。怎么样？医生说我恢复的很好，没事儿。换个药还兴师动众的，我说就不用来了。不是你这也是为我受的伤嘛，我肯定得来看，我必须得来。现在看见了，放心了吧？我可以走了，我还有事儿呢。你要干嘛去？拜托，我现在不是你保镖，我能不能安排点自己的生活？安排自己生活可以，但是得在我的眼皮底下。我妈过生日，我能请个假吗？那我勉强答应吧。谢谢。同学们，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，下课。老师再见。今天内容还挺多的。是。啊？我觉得还有几分钟。喂。对，我是。什么？啊，那我马上下去。你们这是？您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阿姨张英男啊，嘴真甜。我是张英男，没错。请问你们是？我们是侯爵的朋友啊。美丽的阿姨，祝您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看到了吗？小猴呢，请人给我唱歌；蓝旗呢，晚上请吃大餐。这就是竞争的好处。哎呀，可惜我的生日还得半年呢。在这边，这边请。谢谢。
得多喝水。您这个年纪啊，一天至少8杯水。妈爸，哎，你来啦！我还担心你一个人出不来呢。必须得来啊！哎，给你买的生日蛋糕，你最爱吃的水果口味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还是我闺女贴心。谢谢你啊，我们一家人难得聚一次。就是，这又买衣服又请吃饭的，让你破费了。什么破费？吃个便饭而已。哼，咱们上桌吧。走，走，上桌。哎呀！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，美妈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越来越漂亮。谢谢宝贝。阿姨许个愿吧。好。哇哦！哇，谢谢谢谢。今天我们人都到齐了，又是十姨妈的生日，这样，我朗诵一首诗，助助兴。我爸又要做诗了。你爸今天扮演诗人。别捣乱啊，认真听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写诗了，欢迎表扬，拒绝批评。那一天，你从车上下来，走到我面前，你仿佛丢掉了坚硬的铠甲，变回一只慌张的小鹿。妈，说你呢？谁慌张了？那一刻，我怀疑我们从来不曾分开，一定有人偷走了我的记忆。你离开我的这些年，我的生命竟是一片空白。余生的每一天都是你的生日，我要每一天都对你说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我今晚的梦。精彩，精彩！谢谢，谢谢。都把我说成老妖婆了，真够肉麻的。还吃不吃饭啦？咱们拍张全家福。哎，来来来，服务员，哎，来，我们拍照。来拍照，拍照。到那边去拍。嗯，好。把这个蛋糕带上啊。嗯，好。哎，十一，你到这边来。我就在这儿挺好的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受伤了是不是？没有。保护那个小猴受的伤是不是？我这都是小伤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小伤还能疼成这样？我跟你讲，十一，这个保镖咱们绝对不能再做了，听到了没有？保镖不能再做了。没事的，阿姨。你看人家，我绝对不能同意再干这个事情。先拍照，先拍照。你看人家等着呢，拍照，拍照。那就快点拍。小姐。可以了。啊，阿姨你坐，快坐，快坐，不要着急。我跟你讲啊，十一，你以前受伤那是因为你是运动员，那是为国争光。现在算什么？啊，一命抵一命，凭什么呀？我们的命就比别人低贱吗？啊，不是，英楠啊，你别打岔。我原来就以为这个小猴他再惹事儿，他也就是小孩闹闹，打打闹闹的啊，不会怎么样。这可倒好，都受伤成这样了。跟他没关系，兰琪，阿姨拜托你了，十一，你真得帮帮他，他不能再做保镖了。我不能眼看着我自己的孩子为了别人的孩子把命丢了。这是我的工作，妈。我不管，辞职，马上辞职。我怎么能辞职呢？哎，你倒是说话呀！该你说的时候你不说了，辞职说呀！你倒是。你有什么情况，你跟你妈好好说。别跟老人争执，没用的。辞职。
十一这个孩子太拼命了，保镖这个工作坚决不能让他再干了。我说英达，当时十一见义勇为立功的时候，是谁骄傲的不得了？要不然挺得倍儿直。那个时候看把你嘚瑟的，上街可遇不见小偷，老想着有机会也冲锋陷阵一把。那能一样吗？那是见义勇为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，我骄傲，我光荣。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十一救了小猴的命，别说光荣，至少是积德的。可是你也不想想，这事儿风险太大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要说危险，现在咱们国家做保镖是最安全的，刑事犯罪少多了。你换有些国家试试，那才叫危险呢。冷血，三观不合，不聊了。我是热血，万观不合，早点睡吧。谢谢啊。就住这儿。哦，对，住这儿。有没有太委屈自己？没有啊，这儿挺好的。客户的情况临时出了点变化，就临时住一段时间。行吧。今天阿姨生气呢，你也不要太往心里去，她也是担心。但是现在确实你说什么他们也听不进去，慢慢来吧。我需要这份工作，我也喜欢我的工作，我不会辞职的。我理解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也一点没有变，还是满腔热血的。其实吧，我还挺为你骄傲的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侯爵现在的状况，先别告诉我爸妈，我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放心吧。伤口还疼吗？没事了，恢复得很好。还是注意安全。慢点开。休息吧，晚安。拜拜。这是干嘛呢？聊得不错嘛，话挺多呀。确实聊得挺好。妍姐结婚呐？啊，有聊到这个事儿，不过具体时间还没定，定以后告诉你。晚安。来，马总。马总，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。今后只要有需要，我们一定还会竭诚为您提供安保服务。谢谢赵总啊！你看你培养了那么优秀的员工，合作的又特别愉快。既然咱们这个合同解除了，那现在51就是自由身了。好。赵总，咱们赶紧签我跟11的合约。小侯总，你怎么这么急啊？那我带马总来是为什么？就是为了无缝连接嘛，马上签约。来。哎呀，小侯总，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！赵总，那我先告辞了。
请。不送，不送。慢走。你出走了以后啊，你爸心情很差，身体也不好，这人啊，一下子就老了很多，这看着都让人心疼。其实呢，你才是他精神上唯一的寄托。有空回去看看他吧，给他点安慰，啊？行，我知道怎么办啊，放心吧。父子没有隔夜仇。咱们签约吧，赵总。好啊，纸笔都准备好了，来你看看。哎呦，蓝总，欢迎欢迎啊！赵总，你好。我电话里已经说过了，只要11的合同到期，我就跟他来签约。我今天是来签合同的。哦，好。哎，蓝总，那你正好来晚了，我跟赵总合同已经签一半了，马上签完了。哎呀。蓝总，小侯总，你们2位都是我的客户。哎呀，这事儿怪我，没有把你们的时间协调好啊。要不你们2位这样看行不行？既然2位总都想和51签工作合同，那11，你来选择怎么样？我都签了一半了，还有什么好选的呀？我觉得赵总说的有道理，我们让11自己选吧。11，我们集团的度假酒店马上就要开张了，我想请您过来做安保顾问，制定安保计划，培训人员。这事儿我跟叔叔阿姨也商量过了，他们很赞成。我本人也很希望你过来。我没事儿，你自己选。蓝总，谢谢你的邀请，你的工作确实很吸引人，相信不难找到更适合的人。王总，我尊重他的选择。走了，赵总。啊，我送你。太靠谱了，我把合同签了。告别旧的生活，步入新的生活。这就对了。什么？你辞职了？啊。你辞了职，你靠什么生活呀？大舅当然是靠朋友啦。就是借咱们车和别墅那个。那个我更正一下啊，那个是我男朋友。变化多端呢。看到没有，我当时怎么说的？还死不承认。这么大的事，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们呀。哎呀，那不是刚确定下来吗？
进来。妈，怎么了？干嘛呀？这么严肃，怪瘆人的。倩倩，你这个男朋友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看我们都来了这么多天，他都没露个面儿。做正经生意的，是做那个建筑设计，家族企业。多大了？55。和你爸差不多啊。啊，他结婚了吧？结了。你，不是，妈爸，你们别误会啊。他老婆在20年前就已经去世了，有一个儿子，这么多年呀，他也没再婚。他倒是挺重感情的。哎，那孩子呢？孩子给谁呢？能给谁呀？这不是，我是这个意思，我是不想让咱们钱钱啊一上来就跟别人当后妈。哎，钱钱，你辞职跟他有关系吧？啊，是他让我辞职的。他觉得呀，我那份工作太辛苦了，想着让我享受生活。他儿子多大了？跟我差不多大吧。那你跟他儿子挺合适呀。呀，你想说什么呀你？爸妈，你们不是一直想着让我找一个经济能力不错的、成熟又稳重的人吗？我现在找到了呀。可是我们没让你找这么大年龄。对呀，妈，他真的对我特别好，我真的特别喜欢他。再说了，我觉得年龄在我这不是问题呀。钱钱，妈知道，这么些年你在外面闯荡不容易，大城市开销大，你在这举目无亲，什么都靠你自己。我和你爸管你要了不少钱，可是我们不是为自己，我们是怕你月光族乱花，我们都替你攒着呢。真的，我们1分钱都没花，家里买的房子也是给你的啊。我们是想啊，万一哪一天你在这儿待不下去了，回家总得有个窝吧。等交房的时候，你回去签个字，房产证写的你的名字。妈，那可是倩倩，你听妈说，我们是应该早告诉你，不应该让你承受这么大的经济负担。倩倩，我和你爸没有能力给你更多，我们只能替你守着。你现在成这样，我和你爸有责任。妈，你们有什么责任呀？那我现在怎么了？不是，倩倩，不管他多大年纪，哎，我们见一面还是有必要吧？爸，你是真不了解，他特别忙，他事情倩倩，我和你爸就是想你带他，让我们见见。算了，别难为孩子了。能见啊，他早就拉来见我们了；没见，他一定有没见的原因。咱们还是别住这儿了，孩子有苦衷。他应该来跟你们见面。爸妈，他作为你们未来的女婿，就算再忙再累，也应该来见一下你们。你们放心吧，我现在就跟他联系。稍微这儿给我按一按，对，稍微用点力。倩倩，
家里人玩的还行吧？挺好的。那就好，缺什么跟我说，我直接叫人给他们送过去，啊？什么都不缺。这是。你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啊？看你气色不好。岂止最近特别忙啊，你主要见我见的少，我一年365天，360天都这么忙了，手底下又没几个得力的助手，什么事都得我自己亲力亲为。面对一大帮大鬼小鬼上下乱窜，没办法，都得面对呀。做点事儿真是太难了。我妈说，她要给你做好吃的。是吧？你妈手艺肯定不错。我妈做饭可好吃了。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明天？明天，让我想想，明天下午公司有个例会，完了以后呢，我要跟马勇去见个客户，明天肯定不行。那后天呢？后天？后天好像也有个会，我记不太清楚了。我这事儿我得给马勇打个电话，我得问问他，因为平时我的工作行程都是他在安排。你当老板的怎么什么事都问别人啊？哎呀，我的助理嘛，工作的事都交给他了。那到底哪天和父母见面呀？他们过2天可就回去了。啊？哎呀，没有关系呀，等我忙过这一阵儿，到时候咱们俩去看他们。到时候我再请他们出来吃饭，没事儿啊。我爸妈知道你的年纪了，你的事情我都跟他们说了，他们一点也不介意。是吗？他们挺开明的。你安排个时间嘛，一起吃个饭啊。吃饭的事以后再说吧，等我这事儿忙完了我再说，啊，不着急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你女朋友？是。你见不得人吗？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那你为什么不跟我父母见面？我没说不跟你父母见面呢，我说最近事情太多，等忙完这一阵儿我去见他们呢。你要不要跟我结婚？什么？我说，你要不要娶我？要不要跟我结婚？结婚？你会结的吧？什么叫会结婚啊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要不要跟我结婚？给我句准话。倩倩，这事儿从长计议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认识时间还，双方了解时间，我觉得还不太够。即使双方了解够了，我先表明了，我是爱你的。但是你知道我有孩子，那侯爵很大了，我这事我还没跟侯爵商量，他到底什么态度我也不知道。我这是从长计议啊，不着急。急什么？咱们俩不是好好的吗？挺好的，这样，你不觉得？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跟我结婚。我肯定想过，不着急聊这事儿，这儿都有人呢。这事咱们俩私底下再聊啊。这儿，你摁这儿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哎，
来呀！啊！哎呀，我这腰，哎呀，他怎么揣的这么准呢？正好揣我这腰呀！哎呦！气消了吗？我很喜欢你，但是真的不想结婚了。我太累了，累得无法承受婚姻之重。可是我好想有我自己的婚姻，有自己的家，自己的丈夫，自己的孩子。我希望我们的喜爱更纯粹一些。真的喜爱对方，就不会给对方压力，在一起就要开心，有一天不开心了，就友好的分开。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会努力的做个好太太，让你感受到婚姻的美好。给我时间，我可以改变你。你在哪儿？我要见你。还是暂时不要见面了。叔叔阿姨在这里开销大，给我一个卡号，我打笔钱给你。收紧那一套吧。滚！飞逝的流星划破夜空，睁眼闭眼几万公里，一闪而过的侥幸没有回避。你的世界闪烁的繁星，那里是否有路过的痕迹？隐藏的面具，缺失的回忆，穿过时间尽头那一刻，我迷失在你的轮廓，解不开的枷锁，无法挣脱。难过是读不懂这寂寞，无所适从的落寞，蔓延的掌纹。虽然时速只有51迈，却是我觉得最帅的车。加油！翻来覆去的没有水印，电话整晚那么安静，一段感情的冷静没有续集。你的世界闪烁的繁星，那里是否有路过的痕迹？隐藏的面具，缺失的回忆，穿过时间尽头那一刻，我迷失在你的轮廓，解不开的枷锁，无法挣脱。难过是读不懂。
兄弟啊，你这个再帮我打5份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来海星饭店吧，我们最多10分钟就回去了。别人再帮我拆一下。好好，谢谢。哎呀，你说你傻不傻呀？你不是高估了自己，你是高估了别人，还有你们之间的感情。你说的对，是我太冲动，我太想结婚了，以至于以为别人的想法跟我一样。我错了。遇上一个哪都合适，自己有喜欢的人，换了谁，谁也控制不了。他根本就不想娶我，他只想养着我。我做不到。你肯定做不到啊！你有能力工作，有能力赚钱，有能力养活自己，干嘛用他养啊？就你这性格，肯定接受不了。我一直以为吧，钱对我来说特别重要。当钱和自尊摆在一起的时候，发现我忽然明白一个道理。什么？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就是你想得到的越多，你就要付出的越多，以至于付出一些你根本就不可能付出的东西。这大道理好像都明白啊，就非得撞了南墙的时候才能死心。哎，行了，你也别想太多。现在想明白了也不晚呀，还有我呢。你可别提你了。你看看咱俩吧，都这么大岁数，到现在个人问题都没解决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想想都愁死。乐观一点嘛。佛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，经过必经之路，才能见到该见之人。共勉。开心点儿。我心里多难受啊！不难受啊。海星啊，要不你下去啊？能不能别这么怂啊？看本人的时候天天要见人家，这来到楼下你又不去，你是海星人海螺啊你？能说话就说话，不说话别说话啊！你懂什么？人家现在有男朋友，我这个爱是放在心里的，保持距离，距离产生美。跟你有关系吗？人家还爱放在心里，搭理你吗？我给你叫他上来吧。你这芊芊，走了。滚！干什么？你这个人，我再给你强调一下，你只是没出息。我希望她好，人家现在有男朋友，我祝福人家好吗？她开心我就很开心，不一定要得到的，爱是放在心里的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。搭不搭理你，爱放在心里。大白姐，钱钱是不是不太开心啊？怎么了？海星，你最近有什么心愿吗？就钱钱开心幸福就好。你能不能收起你那副虚伪的样子？能不能好好说话？能不能像个男的？是，说点真心话。那我希望他立刻分手，可能吗？但不可能。恭喜你，愿望实现了。啥？分了。不是我不是幸灾乐祸，这事情，但是这是个好事儿，这样钱钱才能开心吗？那个男的就是个混蛋，早该离开他了，始乱终弃了。我怎么觉得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呢？我上哪知道是谁去啊？反正混蛋不都一个样吗？像这种渣男就得立刻斩首。不是，人家就算分手了也没说给你机会，你在那高兴什么呢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趴窗户看蹦着下去那种怂样，我看你就上火，丢人。懂什么？没出息。单身就是有机会。
单身就是有机会。你做的都是什么呀？啊！我怎么跟你们说的？我要的是能够全面超越前两稿的设计。你们做的是什么？啊！我要的是超越，是灵魂的东西。你们这叫什么？这叫微调。微调谁不会？微调我一晚上就能做出来。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侯总，全面的超越一定会动到结构里的，让大家拿下去做，交上那里只有这些。目前公司现有的设计师里，结构能力强的没有，所以让大家去做这种国际大型项目的方案，难度太大了。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？公司没有人去外边找，到外边找高手回来做。我们已经找了，而且真的找了一圈了。很多人听说包小涵辞职的事情都不太愿意过来，而且什么？而且我们现在开出最优惠的条件，还不如人家现在的薪酬。你把什么狗屁设计师啊！这是国际级的大项目，这么好的机会留给他们，不知道珍惜，一个个全钻到钱眼里去了，一点境界都没有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总得拿个解决的办法出来吧？啊？最快的办法就是把包小涵和侯爵请回来，哪怕请回来一个也行。包小涵的能力在设计部是无人能及的，而且侯爵的结构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。侯总，我觉得啊，最好还是把小涵给请回来。第一呢，可以立刻解决公司现在在设计上面临的问题，行之有效。第二，防止他被其他的公司给挖过去了，那样就会对我们形成更大的威胁。您说呢？追逐远方的听，风吹起了想象，如果有一天迷失方向，泪光映出点点星光，沉睡在海中